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了一家业绩悄悄复苏，而且有可能被市场忽略的科技公司。那么今天，小编我将会来继续为大家分享一家还没复苏的复苏股，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如今复苏股都纷纷回弹，只有这一只股票的股价在谷底徘徊。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而且，如今小编偶尔也将在我们扭转乾坤的面子书开直播，与大家分享股市里的一些公司哦。还没点赞和 follow 我们面子书的朋友们，记得马上去点赞哦。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家公司，相信他们的产品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有的身份证卡 MyCard 和马来西亚 Passport 的制造商。没有错，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这一家公司就是 Datasonic。相信之前看过小片影片的朋友们对这一家公司都有一些概念了。那么这一家公司主要的业务就是为政府和私人界提供定制智能卡解决方案 Customized Smart Card Solution CSCS， 也就是大家如今见到的 MyCard、Passport 银行卡都是他们旗下的产品。此外，他们也有在为马来西亚机场和海关安装带指纹和面部识别系统的自动门 Auto Gate with Fingerprint and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 也就是大家如果在 KLIA 出国时会看到的机器。那么如果单看业务的话，照理由来说，如果疫情在未来得以控制，国家之间的关卡重开，大家都需要用护照出国，那 Datasonic 将会理应被归类于复苏股。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最近这几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如何。首先，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他们的收入和盈利都有了强烈的影响，基本上是每况愈下。而在最新的这一个季度中，甚至是达到了历史新低的收入和盈利。收入对比上个季度的 25.8 个 million 是减少了 8.4 个 million， 也就是 17.4 个 million， 下跌了将近 32.5%。而盈利方面则是保持在 5.6 个 million 的亏损当中，而盈利率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负 21.8% 再度负增长到 32.5%。看起来这家公司受到疫情的打击，亏损了不少。那到底 Datasonic 能否撑过这一次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呢？其实从他们最新的银行贷款数据来看，我们是可以看到，自从疫情发生之后，他们并没有再得到任何的贷款。这里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第二就是好像红飞机一样，其实银行对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并没有给他们贷款。那第二的可能性会偏高。但是就在去年2020年的12月2日，他们宣布将会派发 18% 的私人配售股票，也就是 Private Placement， 也成为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一项私下配售中，他们一共筹集到了126个 million， 而其中的 79.9 个 million， 也就是 63.2%将会用来偿还债务，而剩下的 45.9 个 million， 也就是 36.3%， 则会用作于未来和现有公司项目的融资。那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一项私人配售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亮眼，因为主要的用途还是偿还债务，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这也将会成为他们渡过难关的救命绳索。因为如今他们的短期债务是大约 9.8 个 million， 而长期债务则是 30.2 个 million， 但是他们的现金储备加银行贷款也只有大约 12.2 个 million， 这也让他们处于 27.8 个 million 的净负债。所以如今他们私下配售所筹得的126个 million 也让他们有了喘息的机会。那么如果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看来 Datasonic 要熬过疫情的冲击应该不成问题，毕竟他还完了所有的债务之后，手上还剩下很多的现金。所以到底是什么导致这家复苏股到今天股价依然低迷呢？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这里小编就提出了其中两个关键的问题。首先就是如今他们有许多的大型合同，也就是 contract 都将在今年的11月结束，其中就包括 12.5 个 million 的护照 passport chip 的供应， contract value 一共是318个 million， 13.4 个 million 的护照 passport chip 的供应， contract value 一共是223个 million， 和移民局的 contract value 270个 million。 从这里其实不难发现，疫情前他们的 contract value 都是100个 million 以上的 contract。 那么这一些大 contract 都开始到期了，最近他们是否有拿到另一些 contract 呢？答案是有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之后他们也得到了不少的 contract， 其中就包括 4.3 个 million 为办公室提供设备、软件以及人脸实时捕捉 FLC 图像系统应用的全面维护服务，还有 39.7 个 million 为国民住
注册局提供为期24个月的卡片个性化中心的综合维护服务。所以从订单上，其实我们就能看出了一些端倪。以前 Datasonic 的订单都是比较长久，而且合约金额都是比较大，但是来到了今年，订单时长突然就变短了许多，而且金额也开始有所萎缩。而且他们最主要的2个大订单，也就是护照的合约，也将在今年11月到期。如果未来他们没有办法更新这2份合约，相信这将会为他们的收入带来沉重的打击。那到底有什么决定着他们这一次的 contract 能否成功呢？这里我们就要再往深一层去挖掘，也就是 Datasonic 背后的政治背景。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Chairman 独立非执行主席是一位叫 General Tan Sri Dr. Muhammad Hashim bin Muhammad Ali 的老先生，也就是敦马哈迪妻子的弟弟。之后我们也看到 Urus Harta Jamaah Sdn Bhd 也成为了大股东之一，占股 8.26%。这里也为大家科普一下，这个 Urus Harta Jamaah Sdn Bhd 是财政部特别用途公司 SPV 的私人有限公司，完全由政府掌管，所以这也为什么他们被认为是政治股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如果你们觉得以上这2点都还不够政治，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是要涉及一些狗屁堆才像马来西亚的政治。没有错，他们第3项与政治有关联的事情就是涉及向前任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行贿600万令吉，但是他们辩称是给国政政府的政治现金，这也在阿莫扎西的47条失信案中浮出台面。之后新闻更揭露，阿莫扎西还只是政府内的人员批准 Datasonic 的护照合同，而这一个新闻一出街之后，也引起了股价的喋喋不休。但是小编觉得，如今投资者们需要注意的关键还是他们主要的 MyCard 和 Passport 的 contract 都将在今年到期，而且如果没有得到更新，这也将会直接影响 Datasonic 未来的业绩。在这里小编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向小编了解更多哦，并且声明小编的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少走冤枉路，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回到正题，那以目前的你们觉得这一类型的政治股是否会是你们考虑的公司呢？会的话请在留言区打上1，不会的请在留言区打上2，并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这里小编也有一项福利要发给大家，那就是如今加入扭转乾坤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将会获得免费的10拿9稳马股分享会哦。主要重点分析股灾来临的征兆和当股灾来临时有哪10家公司是投资者必须注意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点击连结，直接联系扭转乾坤的 Telegram 加入哦。